哇，那个起步。精神哦，那个engi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 爱的人，不是一个正品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。今天在我身后面有一辆非常经典的E90 BMW 3系列，这辆是一个325i M Sport 的版本。非常感谢车主今天。Eric， 这辆车在我这个频道里面呢，我有试驾一个 E36啦，然后 E46还没有啦，这辆是 E90、F30 跟 G20 都试驾过了，都差不多完整了的啦。正后面这一辆是一个10年的版本的 E90， 那如果是 E92就是那个2个门版本，2个门后背的4个门版本，我们叫 E90， 这个是它的底盘代号啦。这辆车是有意思要卖的啦，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呢，想要购买或者是看车的话呢，可以联络，不然就是跟我拿号码。可能你们看到这个视频之后，你们会心动，因为我刚刚这样看了2眼，加上它的内饰跟改装方面，你真的是会心动的。价钱先不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车啦。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啦。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去看车 ，Let's go。E90呢，其实在06年这样吧，就已经开始生产了的啦。到后期的话呢，我们称为叫 LCI， 只要是 BMW 的小改款，我们叫 LCI 的。外观上面就是有做点小改进啦。最容易认就是它的车头灯，它的 signal 是 LED 的哈。对。然后尾灯的这个 signal 也是 LED 的。其实，在买 BMW 的话呢，只要有 M Sport Package 的话，它的价钱都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它是真的蛮 sport 的。如果你是买普通的什么320啊、323啊、i 啊，没有 M Sport 的话呢，看起来会比较昂贵一点的啦。那马来西亚当时推出有320、323、325、335i， 可是335i 那个是一个3.0的 turbo， 然后 DCT 的变速箱啊，那个是比较厉害了的啦。再上就是 M3 了，那个我们不要讲到太厉害的，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，我觉得它长得非常的帅的一个 E90 325i。那这辆车可以说是在宝马里面的3系列啊，最后一个自吸版本了啦。后面 F30 以后呢，都是作为 turbo 了的啦。2024年的今天，这辆车的外观是非常的好看的。每一代的宝马都有它的好看之处，它不会因为出了新一代，然后旧一代看了，好像不好看去哦，都很好看。它钥匙是普普通通啦，你知道一般的宝马呢，它不会像 Mercedes-Benz 这样哦，可能会在做钥匙上面啊，然后花里花俏。BMW 很多问题的哦，不会啦，你觉得吗？其实不会的，因为你没有开过宝马，你听人家讲很多问题。不要听人家讲，自己开就知道，真的是不会。而且自己开了之后会学了很多新的东西。其实宝马就是2样东西不了，油跟水。照顾油就是不漏油的，漏叫宝马。油漏水会不漏油，不是宝马和 Honda 一样的，Honda 也是漏油，没有什么分别的，然后普通车一样的啦，其实没有什么分别。可是东西好像比 Honda 还便宜哦。便宜一点，有一些东西，车脚啊、engine mounting 啊，东西比 Honda 很便宜，便宜很多。有时价钱 compare 一下车价和 spare part compare 一下，你会感觉很便宜。比如说mounting，我驾过 Honda Accord SDA 2.4的，我看要1000多块啦一套，现在应该要1300-1400块吧，还没有加工钱，这个不到1000块原装。原
装哦，不到1000块哦，而且4粒哦，2粒海螺力前面啊，对，2粒大的，2个小的压箱。好像车脚你用 OEM 来联合的，大概也是在200多块一只罢了。Honda的原厂我看不止啊，一只车脚要700-800块的。坦白讲，spare part 是贵。像这个年份的宝马啦，10年的啦，其实要找漂亮的已经没有几辆可以找到，也是有啦，比较少啦，要遇到照顾车的人。对，如果要买宝马的人呢，你真的要会照顾车的才买。不成人买。如果你想要普通每天加黑油都不 check， 加日本车啦那些，加日本车好一点。好，加了你就知道了，要动力有动力啦，要操控有操控。宝马还是日本车是给不到你的这个感觉，人家讲加了宝马你就回不去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外观上面就没有多样的啦，除了那个side mirror carbon fiber 的盖有一个小尾翼啊，后大镜也是有一个 window spoiler 啊，哇，大概1根手指的高度而已哦。避震器坏了之后呢，车主是选择做升级，这套 adjustable 是来自于日本的叫 Lagos， 这个品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啦，但是至少它是日本品牌，因为它有 below 波子塔顶的关系的话，就可以开一点 camber 这样，让它比较好加一点，操控更上一层楼。轮圈是原装的 M Sport 的，我非常喜欢，18寸的轮圈，用这 Yokohama Blue Earth GT 啊，这个我用过AE51，不错的这个轮胎，因为它是后驱的关系啊，前面的轮胎会比较小一点点，它是2540R18，前面就换了一个6活塞的 AP Racing 的刹车卡钳，355的碟，配上这个18寸真的是 fit 哦，还有装了一个胎压侦测器，干干净净漂漂亮亮，后面呢也是大概1根手指啦，比前面低一点点的感觉，因为后面载了很多东西。后面轮胎是用这 R1004哦，253518寸，后面也是 AP Racing 的4活塞刹车卡钳，这个设置是前6后4的。宝马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车旁边有一个线，就看起来这个车比较有肌肉型。尾灯的方面呢，就当年很多人说很像 Honda City 是吧？我们都不建议人家买320，因为320是4力啊，然后我们都是比较建议买323，可是323就好像很尴尬哦，323马力比较小，对，再买325是更好，不然就是买320D 哦，这款的320D 好像也 OK 是吗？市价大概是35,000上下，要看车况，如果这样漂亮的话呢，我觉得40千应该没问题哦。如果打开后面是，它后面没有一个按的哈，有按的。哦，也是有一个 dashboard 啊，哦，后面就有很多东西啦，我们不看这样多。可是宝马就是输在它的后尾箱空间比较小，因为它的悬挂的设置啊，它会很小。悬挂设置呢，前面是一个麦花臣，可是这个麦花臣啊，它的 subframe 啊那些用 aluminium 的，后面也是 multi-link， 可是它叫 5 link， 所以啊，你看日本车的 multi-link 跟德系车 multi-link 不一样的，德系车会更加多 bush 啊那些啊，所以为什么它操控这么好，就是有原因的啊。exhaust 你只是换了 muffler 啦，muffler 加大概是。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，我身高173了哈，上下车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因为开口比较小啦，门与这边之间。可是，一旦坐进来的时候呢，我这里大概剩下4根手指，头部空间剩下1个拳头，是不错啦，是比起 Honda Accord 会小一点点，Honda Accord 还比较大，比较大一点，椅子也会比日系车来的硬朗一点点。好在这辆车 Eric 有照顾，所以你看到那些皮革方面啊，全部滑滑美美的。那后面有冷气出风口，长得很像 F30哦。那这边就有一个置杯架，可以拉出来。还有一个手扶。3系列的话比较注重于操控的驾驶，所以都是做给 drivers car。后面的话呢，就还是买5系会比较好，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用啦。这辆车的空间是 OK 的，会比较方便的。后面还有 ISOFIX 哦，2010年的 Camry 都没有啊，这款有。如果买192哦，那个价钱相差很远一下，因为毕竟还是2个门，2个门的保值率会比较高。尤其是如果你买335i 的话呢，更加的贵，8万多块哦。现在对这款车由于是 LCI 的关系，它有做出一些小改变，再换挡包配也改变了。以前是有一粒东西在上面，是 Mickey Mouse 这样的。以前是推下去是降档，拉进来是升档。可是后期的 LCI 就换成了像 F30一样的，你看，就比较人性化了一点啦。然后 LCI 的版本就会有一个中控，还有 iDrive， 那里面的银色的4版 M Sport 独有的。Eric 有跟我讲哈，这一辆是 LCI 的第一帮。如果你是买最后一帮的190 LCI 的话呢，这个4版会好像 F30这样做一些小设计在里面的。这里有一个洞插钥匙，其实你可以不用插的啦，不用的，你的钥匙就留在车里面，踩一个刹车。哇，漂亮！你看啊，这个年份的车啊，全部button还美美的哦，没有脱漆的哦。老德系车的通病就是那些button 啊，很容易掉漆啊。Window switch 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4个门都是一键上下哈。就是有车头灯，我们打开，前雾灯、后雾灯。这个 iDrive 我就不多说了，就是比较老式一点的，至少有的看一些资讯。LCI 之后的仪表呢，就好像开了灯之后旁边好像有一种橙色的灯，然后晚上的内饰呢也是长得非常好看的。我很喜欢一点就是宝马晚上看起来比较温馨，因为它全部都是
橙色，就看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刺眼，而且比较温馨。我们来听一下直列6缸的声音哈，哇，非常的 direct， 非常的直接。很轻哦，那个油门，因为这辆车有 Throttle Controller 啦，没有 Throttle Controller 不好驾啊，这个是 Eric 跟我讲的。这有一个小小储物空间，这辆车是一个6速的自排变速箱，来自于 GM 的，还有加减档，还有就是可以用换挡拨片。这辆车的里数大概是19万多，大概20万里面，正常啦，没有调过表嘛。一个手扶啊，手非常耐用的传统手刹，这里有灯。由于是 M Sport， 顶棚全都是黑色的，后面还是有灯。油门踏板也是装上了 M Sport 的 Aluminium Pedals， 我很喜欢它，因为是风琴式踏板哦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宝马都不放弃。我们来打开引擎盖，椅子有2组的记忆座位啦，就这边有。M Sport 还有这个这个积水的，它是调腰部的，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拉长，只有 M Sport 才有的。那如果是 M Sport 呢，这些门边啊都是亮黑色，这是比较难做出来的啦。所以我们买宝马的外观是可以改 bumper 啊、rim 啊、卡钳啊，包括 F30也是这样啦。但是我们要看的话，都是看这边哦。真正的原装 M Sport 黑色的亮黑，原装车头灯当时叫做 Angel Eye 啊，有2个圈圈。以前的宝马它不是拉2下就不用拉杆的哦，这里有一个小拉杆。F30以后就是拉2下就可以了嘛。这副引擎呢是当年拿过奖的，代号为 N52B25 的一个2.5公升自然吸气的直列6缸引擎啦。Rotax 是贵一点，800多块，它给到你218匹马力，还有25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在4000转左右就会爆发出来。现在的时候很多是讲德波啦，但是这辆车的魅力是在于它是直列6缸，2个字顺畅。宝马通病就是会漏油漏水嘛，那它漏油地方通常是一般在哪里啊？Power gasket 咯，油底咯，这边的那个土那个O-ring， 还有这个power steering 盖那个 O-ring 啊，盖罢了啦，那个地方。这样多少钱啊？那个小东西？如果你拿那个尺寸去 O-ring 店买几块钱而已，那个也是几十块而已啦。而且它都在我们看到地方容易更换啊，不会好像藏在里面。其实你修过这辆车最贵的东西是什么？修冷气啊，就是 compressor 跟 condenser 贵啦，全部换到完了。那个 cooling coil 大概在4000多块了，已经修过了。变速箱是配搭这一个 GM 的6速自动变速箱。改造方面呢，就改了一个 BMCF 的Air Scope。哦，这2个导风让它进去气多一点。190呢，它就少了像 F30的2只bar在这边，但是它这边有bar，Eric 就加了一个 TRC 的 front strut bar， 只要有钱跟心思，基本上驾宝马不是问题。不是问题。LCI LED signal， 旁边那个赛马也是换了哦，还会有流水线的，很耐看啊这款车。10年都已经有2个门的 BMW Smart Access， 这里有一个 Touch， 可以锁门的这些。现在你开车门也可以关的吗？是哦。我 start 的车也是可以锁的门的哦。我下车我还可以锁门，但是 engine 是开着，冷气开着的哦。有时去买东西啊，锁掉。这里有一个小手把，3个门都有。还有一个小问题啦，宝马如果是这个是换过的，如果是原厂的，它会好像有屁那个胶会脱掉一点点这样子。但是我弄过了全部。这辆车买到赚到哎 ，F30也是有一个通病的啦，一样的啦。也是这样子的，连防疫到一定的，还有那个 roof lining 也是会跌下来的。是哦，那个顶棚会跌下来。弄过了了。这里2个自备架都可以啊。那个弄过，那个有弄过。爱车人的话，一点点坏就赶快去弄了，没有想这样多。这边还有一些空间，里面有 carpet 的。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去试驾吧 ，Let's go。因为这辆车没有得看油温跟水温呐，所以就这个是水温是吗？87度。然后就是这个 iDrive System 是比较新的啦，我觉得跟 F30的前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加160那个会有那个上下那个会更加老旧。这个比较简单的，看一下普通什么东西坏灯坏啊什么哪里啊。哇，那个一上手我觉得那个方向盘重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一个 hydraulic 的方向盘。对哦，这个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不是？可以。哇，还可以在后哎。而且它可以拉得很低。还有 cruise control， 我没有注意到。这辆车如果没有 throttle controller， 会不会觉得很重啊？那个油门？会很重。好像不习惯。好像我那时候加139啊，136这样啊，要踩得很深啊。踩得。所以这个有了之后，感觉到好像新车这样比较新一代的那种轻盈的啊，比较直接的。底盘真的是扎实的，不会那种松松散散这样。虽然这辆车有一点的年龄了啦，2010年，距离现在2024年已经是
18年，哎，14年，14年这样左右。本来这个宝马原装哦，没有换 adjustable， 会不会比较硬一点的那个车脚？ M 呢会，所以你还没有换这个之前，它的现在弹跳度是跟以前一样呢，还是现在会比较舒服一点？现在会比较跳一点，跳一点，那个会比较舒服一点，但是这个拿来跑快的会比较爽，比较扎实一点。所以正常的水温是多少度啊？80多到100左右了，它不要超过120就没有水滚了。100多的时候，那个 high speed 的风扇才会开，它的风扇2个 speed， 这个风扇是跑电的。也不错哎，不错，10年的车，应该有8个喇叭，女的这里2个woofer在桌底。你是改过还是还有？原厂的。哇，原装哎。后尾有2个6.9的，应该是还没。哇，那个方向盘给的感觉非常的直接，而且又重沉。它不像 F30这样 ，F30还有电子那种感觉去啊。这个是不是电子助力嘛？这个摩托在美国呢，它有一个摩托是跑一半是泵，一半是电子的。哦，什么啊？我懂了，那个那个有 XI 或者328、330啊，它有这样子的方向，这里没有买下，这里低配没有，那边就有。那个是好像一个选配那个、哦。对，那个这个键也不一样。它的镜还有把灯的，他们好像叫什么 active steering 啊semi 的，但是这个 steering 很奇怪，它是泵啦，但是它是重，但是你平时好像我们 Eco 啦，摆1个圈啊，这个摆半个圈多一点，就差不多是 Eco 的1个圈。哦，跟日本车不一样，它它的牙会比较粗一点啊，摆比较少一点。所以我了解很多人讲那个 F30跟这个E90哦，越旧的宝马越好驾的原因在哪里啊？就是它比较直接。要跑啊，你讲要舒适，当然这个新的了啊。E 系列的车脚会比 F 系列的车脚来的硬一点，对，硬一点。G 的更加舒适啊。是啊，现在新的 G 好像我觉得没有那种感觉去，它是很稳没有错啦，可是它太过舒服，让我觉得这是 BMW 没有。这个是 Double One 哦。E36就有分了，Single Venos、Double Venos，后期的全部 Double Venos、Double One。这个和 M 的 engine 不一样 ，M54那个E39啊，E46，这个是跑 Magnesium engine 来的。它的 block 是好像那些 aluminium 的 Magnesium 的，比较轻啊，螺丝全部都 Magnesium。有一样不好，就是螺丝容易断。哦，是啊。拆一次要换一次那螺丝。哦。以前有断过跑到雪林的，跑到雪林半路就跑到Magnesium螺丝，我改掉了。而且那个脚没有让它拿去烧焊烧回去。一路塞车这样子啊，我觉得它的变速箱还是 OK 的，它不会感觉到有时候很尴尬要去不去，不会啦。不会。基本上我这样很顺啊，很顺。引擎也是没有什么声音，因为它是 Inline6嘛，它讲都是很安静的，它比一般我们普通4缸的车来的更安静，而且很顺畅，没有多余的震动，这样子很爽。这辆车如果改有一个整条副 exhaust system 排气管啊，很好听的那种声音。它的换牙的那个速度蛮不错的，不要看小它一个旧款的6度牙，很顺一下的，不错哦。给它自动的 Sport Mode， 给它自己换挡。我们来试一下这218匹马力，还有250个 torque。虽然相比现在的 Turbo 车哦 ，Compressor off， 现在 Turbo 车的话，那个扭力来得早啊，大概2000多转已经来完，你会 feel 到那个贴背感去。NA 车就是你4000转以后，你才 feel 到那个感觉，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哦。驾 NA 车就好像做 sales 的男人一样，慢慢骑的；驾德波车就好像做 sales 的女人一样，一下子骑上来。德波的给到你动力是非常的快来，可是后劲就没有什么爽了。这辆车是玩后劲了，尤其是在 highway 的时候很爽是。踩完，哇，那个起步。精神哦，那个 engine 很精神诶，强而有力，后劲非常的棒，而且你看它那个微微的 Inline6的声音啊，不错嘛。你看3000多转，那动力有 Double Venos 比较好的，以前的 Single Venos 的时候
就是要等那个4、5千转啊，那个力才来这样子。这个低转解决了那个低扭的时候的动力哦。那如果这个年份的车嘞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到买 IS250啊 ，Lexus 啦。可是 Lexus 的 IS250的价钱会比这个高一点点，大概4、5万。如果漂亮的话的6万多，那个是后期的 facelift。新车都会比这个贵哦。是某一个程度来讲会比这个贵啦。可是同样的那句话了，如果你是有心思要照顾车的话，你驾宝马。如果你想要操控的话呢，跟动力你驾宝马，这辆的动力会比 IS250来的棒，还有它的操控也是一样。OK， 但是如果你是不照顾车的人啊，你好像想要省心的话，还是驾回 Lexus 啦。那个东西坏了你一换啊，可以耐一个10年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宝马其实宝马的 spare part 没有你想象贵，因为我的朋友是开 spare part 店的嘛，他也是蛮建议可以买一下146啊，146以上啦，139的话东西会比较难找一点的，尤其是 dashboard 啊那些。你要的内饰啊，但是相对来讲的话，你会觉得190的内饰会比较符合现代，因为它跟现代的5系列还是差不多这样嘛，有一个 screen 在这边啊 ，button 在这边。可是驾驶体验的话，真的是宝马一级棒。看一下它的换挡的那种速度降档不会差嘞，我发这个还好过 IS250那个换挡那个动力来了。一般的油，哎呦，他还是帮我换了，我踩多一点，他帮我换的 manual mode。我不知道在透过镜头你们有没有听到那种微微的 inline six 的声音，非常的好听。但不知不觉都160了咯 ，feel 不到了。除了因为这辆车是换了 adjustable 的关系，它会稍微有点跳，但基本上的话，你驾起来是非常的稳定，尤其是现在这个 hydraulic steering。在高速的时候，它的重感给到你很有信心。我驾过这么多车以来，我最怕就是遇到那种 steering 啊，在highway 轻的，跟 Eric 讲的一样咯。这辆车你去过最快的速度是多少？大概在240啊。哇，230多了，接近240。一次罢了就不要跑了。过这个弯啊，完全没有任何大负担的，它就很咬得去那种过弯，很有支撑性，不会觉得那个 body roll 太多。驾起来这辆车是有点重啦，它大概1500公斤嘛，它会甚至比 F30来的重一点。因为 F30它过后的车身切系上面做了一点小改进，换了一些材质啊，就让它更加轻盈一点。我踩大概20-30千吧，它就好像会知道，你看它在上山。聪明吗？也想不出这样几次。而且我没有在 Sport mode 哦，放 Sport。哇，拉着那个转速给我120过这个弯试一下啊！这辆车是一个后驱车，好在它的这个椅子是 M Sport 啊，它的那个腰部有一个支撑。你看我现在过弯哦，它顶着我的腰。如果你买 Luxury 那种是没有的。那个 inline six 的声音，微微的听到那种若隐若现那种声音，非常的棒。这个声音啊，已经是在新一代的车给不到了。新一代的车很多都是给 speaker 声音，假的那种听不到了。真正车的那种引擎的声浪，还有就是电动车啊，电动车更加没有，安安静静的。所以如果以后啊，我们这个开始电车越来越多的趋势的时候啊，家里要收一辆类似这样的车，你会找回以前想要开车那种感觉，你会慢慢的就是体会一下，哇，可能也会觉得以前的车还是比较爽一点的。OK， 来，我们就把这辆190 325i 把它开上来云顶三角这里了。留守我的频道，下一个影片就把它开上云顶了，冲上云霄嘞！啊，这个时候会员的福利了，你们想要快速看到 Part 2的朋友们，会员的福利就到了。它这个刹车哦，踩下去要很深一下，它才会有那种感觉啊。因为前6后4了啊，可能它要习惯了，要习惯要踩得比较深一点。
就刚刚那个跌好像去 skip 了，会低一点，会比较低一点。可能 backpack 也是一样 ，backpack 啊，比较可能软一点点那个 backpack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在这边了啦。哎，你看它就 spot mode 就吃着那个牙，OK， 所以我们就非常感谢 Eric， 谢谢你啊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190 325i。冲上云霄了喂！好了，各位啊，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想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